来吧，咱们下边说说川普，说说川普这电话。这电话啊，我先快速的把这电话，他后来写的这个贴文内容给大家快速念一遍，然后咱们分析一下。我刚刚和普京通了电话，电话大约是1小时15分钟，我们讨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停泊飞机的袭击。以及双方发生的其他各种袭击事件，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，但不会立刻带来和平。普京总统确实非常强烈地表示，他必须对最近发生的机场袭击来做出回应。停就没有了。说到俄罗斯，这就没有了。那他要做出回应，那你什么态度啊？好像这事儿跟他就没关系啊！你们俩在这打，你跟我说了一声，好像他跟一看热闹的一样。那你的态度呢？他就没说话啊，这就没有了。下边我们又讨论了伊朗问题。伊朗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做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必须尽快做出决定。我向普京总统表示，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，我们意见一致。普京讲，他将参与与伊朗的谈判，他能够帮助迅速达成协议。一会儿我们品这个啊，普京，那我帮你这个忙，能迅速达成协议。我认为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迟迟没有做出决定，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明确的答复。说了两件事儿啊，当然很多人质疑说这个可能未必是川普本人的手笔，川普本人的语言呢不是这样的啊，而且他中间在划重点的时候，他都要用大写。这个整篇的推文里呢，写的平平淡淡，这不是川普那种活色生香的语言，而且中间没有大写字母，估计呢是手下的秘书啊等等啊给他完成的，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了。那看到整个的情况，当然有朋友调侃说，整个一川普向普京大帝汇报工作呀，然后呢，普京大帝给指出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，然后他给做了一传达。当然这个是有戏谑的一种态度了。那还是这句话，普京要报复，你什么态度？好像跟你完全无关一样。那既然无关，你为什么还要管这件事儿呢？对吧？咱们简单翻译一下啊，他这说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，整个一段乌克兰，一段伊朗，很明确。普京讲，你帮我搞定乌克兰，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，我帮你搞定伊朗，我只要下水，我能够迅速解决伊朗的协议问题，他就有这么大把握。为什么？我原来一直给大家判断，伊朗已经有了。哪儿来的？为什么搞了那么多年他都没有突破？那这次这个逆潮流而动，大力援助俄罗斯，一定是换来了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普京，你看说话这口气，我能迅速搞定。这段话，普京明确表明了，美伊的和谈我来。那伊朗最后会不会拥核，那就看你了。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乌克兰的问题。整个这段话的逻辑非常清楚。那这两件事儿又掉进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。那伊朗会答应吗？最新消息，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已经拒绝了美国的最新核协议的提议。看完这最新两个字我就奇了怪了，不是零吗？零铀浓缩呀，怎么哪来的最新呢？等一看这最新，我搜索了一下，把我鼻子都气歪了。这个新的方案是什么呢？允许伊朗进行一段时间的临时铀浓缩活动，之后再完全停止这些活动。在这之前，如果不是伊朗哈梅内伊最后拒绝了，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消息，新闻媒体也没报过。原来他们竟然做出了这么一个妥协，原来不是红线吗？你可以再搞一段时间，我给你一个日子啊，你比如说你可以搞到年底，然后就不许再搞了。那伊朗还不明细啊？年底之前我拼命的铀浓缩，我最后把那400公斤还是几百公斤造9颗10颗核弹的，我把它就位就完了呗。
竟然做出了这么重大的妥协，媒体都没报过，那现在给捅出来了。就这个，哈梅内伊都不答应，认为你完全违背了德黑兰的独立的原则，你管不着，这都不答应。嚯，你说这事儿啊，就已经到了这么一地步了。那川普传达了，说普京咬紧牙关，一定要报复啊。那俄罗斯怎么报复啊？第一条新闻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紧急警告在基辅的美国公民，乌克兰面临新的强力打击的威胁，呼吁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。美国人自己给自己在乌克兰的公民发出了警告。一般这种情况下发这种警告，那就是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。那为什么敢明白的对民用目标，就是来的东西可能挺大，这个炸的范围就不一定是军用了，可能就扩散到民用啊，不知道这次要来一个多大的东西了。然后是路透社的报道，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讲，我们敦促伦敦和华盛顿做出反应，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，所有的选项都摆在了桌面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报复方案就在桌面上，你们站在乌克兰背后，就你们老大老二，你们俩拿一个主意，这事儿该怎么交代，给我个说法，就这么威胁。每日邮报的报道，普京认为核打击将迫使乌克兰投降，因为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核战争。普京可能认为北约不会以核武进行回应，核打击将带来战争的胜利。这是每日邮报，这说的就比较过分，比较夸张了。咱们再往下说到美国的制裁，那乌克兰方面的特使凯洛格将军表示，美国对乌克兰的制裁已经准备就绪，国会和白宫已经准备好做出批准。他说，我和参议员格雷厄姆进行了交谈，这项法案名为2025俄罗斯制裁法案。我认为格林厄姆他们已经准备好实施这些法案了，82个参议员已经签字，已经同意了，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，准备就绪了。那川普呢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罗杰威克几个小时之前最新的消息，川普要求参议院推迟审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。大家都准备就绪了，川普最新指示你给我推迟。这是最新的消息啊！到这儿把这些消息综合完，我们给来一个评论。为什么说川普给普京打了一个弱爆了的电话？首先，第一，他已经阻止不了普京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了。他能做的，只敢让自己的大使馆通知自己的公民躲远点，别溅一身血。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川普大概是忘了。你自己之前还发帖谴责普京杀害平民，说普京疯了，说普京正在玩火，大家还都有印象吧？乌克兰的行动正是对普京行为的一种报复。乌克兰而且打的都是军事目标，打的都是军用飞机，这是一个正义的报复啊！结果到现在，正是因为美国的缺位和不作为，那大家也不听川普的了，双方的报复现在开始进一步升级。川普现在是哪边他都管不了，既不能为乌克兰主持正义，这边呢，刚才说了吗？也不敢制裁普京。他现在在里边除了捣乱之外，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。说到在这么一场战争里边，一个美国总统处在这么尴尬软弱的地步，这是这么多年也没见过的。你哪么挺一头？他在里边试图看我这张脸了给我个面子，然后如何怎样？到现在为止彻底完蛋。他现在对两边都失去了约束力，你又不能挺这边，又不敢管这边，谁拿他也不当回事。我要报复，川普也就只能默认。现在太软弱了。
另外，这伊朗这件事儿，这简直是贻笑大方。伊朗问题谈不下来，竟然求到普京来出面，说明川普对伊朗也已经全无办法了。之前讲过，伊朗已经抓住了川普的软肋，现在完全没有妥协的迹象，中间还藏了那么一个妥协方案，你可以搞一个临时铀浓缩，搞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怎么样。这要以色列听着鼻子不得气歪了啊！而且伊朗现在根本不怕他，为什么？你打吧，反正我已经穷成这样，我已经烂成这样，你炸吧，你打吧，反正我有的是办法封锁海峡。我把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，大家一块玩。川普赌得起吗？他赌不起。所以说，伊朗问题到了这个地步，又变成了一个两难之局。你说他跟伊朗妥协吧，以色列是绝对不会答应。他有了原子弹，他感情不炸你，他炸我呀，那是百年之祸呀，那我肯定得干。以色列会自己单干。干完的结果，最终还是封锁海峡。那伊朗还得封锁海峡，那还是大家一块下水，大家集体完蛋。油价只要一涨，万物皆涨。那川普所有的经济方面的改革、经济方面的指望彻底泡汤。跟那个相比，什么贸易战什么的，和石油危机相比，那简直都是不值一提。说到这点关税，那都是毛毛雨了。所以说，只要你要是不把这事儿办下来，以色列要单干，你还是不行。那我美国跟你伊朗来硬的，那伊朗人家已经看明白了，你能怎么着啊？我根本不怕你，你炸了1个半月胡塞，你都拿不下胡塞，你能拿下我来？我根本不吃你这套。最后是求普京来帮忙，普京还拍胸脯啊，我只要下场，迅速就能达成协议。那当然，人家那条件可没说，那你得把乌克兰给我搞定。一个世界霸权的美国总统混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，还让美国再次伟大呢？你这是让美国再次现眼啊？丢人去吧！这叫什么呀？这太遗憾了啊！这说到这儿，真是太遗憾了。